在这个世界，每人都能觉醒一个能力，而我却觉醒了无数个超次元技能，甚至仅用一根不起眼树枝就将怪物砍成数块。然而不久前，我还是遭受校园霸凌的小透明，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。3年间魔法猎人考试从未通过，但还是幻想着能够成为载入史册的猎人。1个世纪前，恶魔之塔在世界出现，无数的怪物从塔里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与此同时，第1代觉醒者出现，他们阻止了怪物屠戮人类，最后人类也获得了胜利。他们的遗产被纪念在创始人陵园，事迹也被载入了史册。譬如仅用一根树枝可斩杀万人大军的剑客，不用吟唱咒语就能施法的魔法师，现在他们已经被视为觉醒者的传说，而我也成为天选之子的觉醒者，却没有觉醒任何技能。当别人为通过猎人资格考试而欣喜之时，3年里我始终没有通过一次，在别人眼中就是个废材，只适合打杂收拾垃圾，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猎人。觉醒者徽章仿佛就像是没用的疤痕，虽然我很想成为初代觉醒者那样载入史册，但完全事与愿违。与我一起入学的同学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极猎人，此时回校接受媒体采访，在众人的面前不断称赞我在这3年里的帮助，认为我就是天才，每门课都是名列前茅。可实际上3年里我一直都遭到他们的欺负，甚至包括资金上的馈赠。在我看来，眼前的男人无比的虚伪，在媒体面前无比的称赞着我，而我也不得不装出非常感激的样子。然而采访结束后，仍然没人记得我的名字。此时我终于明白，即使你是一个邪恶的人，只要你拥有成为猎人的力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每个人都会站在你这边。突然男人折返回来，让我晚上跟他们去一趟创始人的陵墓，只要我去了就可以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。男人表示这么做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已，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目的，但无论如何自己都获得了一次机会。夜晚，男人的真正目的是陵墓下的宝藏，而我正好看到了这一幕。在那一刻，我毫不犹豫地怒斥了他们，你们难道不知道是谁安葬在这里吗？男人却是无所谓，我才不在乎里面的是谁，只要获得里面的宝藏就能成为百万富翁。听到这里我直接愣住了，想到初代觉醒者的种种事迹，自己心中的英雄被玷污，不由得怒火中烧。即使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他们，但还是冲了上去，可下一秒就被击中了腹部，接着便口吐番茄酱。而另一边的小弟在地下拿出了一个背包，里面竟是装着一些魔法晶石，这让男人欣喜若狂。他拉扯着我的衣领，终于说出了将我叫来的目的。原来他一直都在关注图书馆的我，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棋子，最后决定偷走陵墓中的宝藏。而第2天的新闻头条就会出现，偷到创始人陵墓的人就是魔法训练学院的一名3年级猎人。说完，男人就松开了手，可此时男人仍然没有记得我的名字。之前所有的努力，每天的训练，所做的一切，在此时都毫无意义。突然数道身影出现在周围，他们也发现了我手中特殊的觉醒者徽章，竟是稀有的虚无属性，没有觉醒任何技能，但也意味着可以成长到你想象不到的高度。他们让我选择他们其中一人签订契约，原来他们是初代觉醒者的阴魂，代表着所有技能的顶峰，魔法、剑道、体术、剑术都可以选择。虽然我很想像那个长毛一样，但是我更想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，所以我需要你们所有的力量，给我你们的一切。就在他们以为这是不可能时，下一秒就被吸进了徽章空间内。此时河底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，而我竟脚踏虚空漂浮起来，来到了长毛的面前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。他们觉得我就像是顽强的小强一样爬了回来，而我只是捡起了脚下的一根树枝。这一举动却引来了他们的嘲笑，嘲笑我竟想用这根树枝挑战他们。而长毛更是给了死命令，砍下我的脑袋，不要让我离开这里。随即黄毛便在魔法空间中取出了利刃，认为他一个1级剑客对付我这个弱鸡绰绰有余。就在他劈砍过来的瞬间，一息之间我便来到了他的身后，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出现数道划痕。你说你要教我剑客之道吗？见状，胖子连忙施法毁灭的凝视，而我只是手指轻轻一点，一阵金光冲天而起，烟尘消散后，胖子就趴在那里。长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除了一根树枝外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还使出了不用任何咒语的魔法，这让他想起了传说中的剑客，一根树枝可挡万军，以及使用真理的智慧魔法，可以不用咒语就能施法的魔法师。书中的传说竟出现在眼前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初代觉醒者的106个灵魂全部都在我的身体里，你将永远铭记关于我的新神话。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竟吸收了初代觉醒者的灵魂，但他们似乎对里面的空间非常满意，我也好感到无比的高兴。心目中的英雄就住在我的身体里，可他们好像对我这具身体虎视眈眈。首先出来的是剑客，想不到过去了那么久了，还有人记得他。他对我接下来的打算很感兴趣，我还以为他说的是那个长毛，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终于察觉到了不同寻常之处，随即连忙走了过去。长毛还以为我要对付他，慌忙在空间中取出长剑，我抬手就是一拳，给我让开。接着整个身子瞬间飞出数十米，只见无尽的黑色能量从背包中喷涌而出，紧接着一只巨大的怪物出现在眼前。与此同时，一只3头狼出现在城市之中，对城市进行大肆破坏。此时一个人类挡在了他的面前，只见他一跃而起，跳至3头狼的上空，使出了从天而降的拳法。来人正是 S 级猎人9期。突然一股强烈的威压传来，
在他身后的人类被压得动弹不得， A 级和 B 级猎人都无法承受，初步判断为 S 级怪物，而威压的来源正是创始人铃木方向。此时一只章鱼怪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原来因为长毛打开了铃木，拿走了背包里面的魔晶石，将封印在里面的魔物释放出来。眼前的怪物危险等级 S 级，它的有毒气能够杀死几公里内的活物。长毛身体不禁地颤抖起来，我刚想提醒他不要动，他竟害怕地往后跑，因为怪物会瞄准移动中的活物。果然一只触手就向他急速飞去，长毛连忙提剑格挡，可瞬间被触手折断并附属在他的身上，下一秒就被吸干了生命力。此时剑客却搂住我，你不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吗？而我并不介意将我的身体交给他，我可以将身体借给你们每一个人。这话明显让他们一愣，我将会超越你们所有人。首先是擅长单手剑的剑客，只见数道剑影凌空划过，一根触手便变成了数块，接着便是体术，朝着攻击过来的触手就是一拳，触手瞬间被击断，而我借着机会捡起了地上的木棍，接下来便是棍术，各种技能轮流更换，利用太极将急速飞来的触手抓住，下一秒就往地上一砸，怪物瞬间支离破碎。最后则是剑术，怪物的头颅瞬间千疮百孔，可即便这样仍然没有将其斩杀，最后不得已捡起了长毛的断剑，在智慧魔法的配合下，一跃跳至怪物的上方，使出了剑客的最强一击，怪物瞬间被劈成两半，终于在各种骚操作下将其斩杀。然而此时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一只乌鸦正在看着这一切。另一边，一个男人伫立在城市上空，从来电得知附近有着强大的猎人，从战斗现场的乌鸦传回来的记录是一名训练学院的学生，男人却笑着说想要见他，此人正是世界最强觉醒者伊原。我则像往常一样回到学校，可由于借用身体原因导致体力透支，而昨晚击杀 S 级怪物的神秘人物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。在剑客看来，我们现在这些觉醒者或多或少与普通人类处于同一水平，如果恶魔之塔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必将是世界末日。突然他仿佛察觉了异样，校园内竟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，此时学校教导处竟通知我补考申请通过了，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而我补考引起了众学生的关注，只因我在过去的3年里从未及格通过。首先是100米冲刺，平均成绩3秒6，最好记录2秒7。就在众人嘲笑3年里我就是一个废材时，我瞬间跑过了终点线，时间1秒2，打破了最好记录。他们直接愣在了原地。3000米跑，最好成绩3分17秒，而我跑出了1分17秒的成绩，再次刷新了记录。2分钟俯卧撑840个，毫无意外地刷新了418的记录。卧推1280公斤，这些记录完全刷新了众人的三观。我以2倍多的优势打破了所有的最好记录，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一个怪物，我还以为是体内的灵魂把力量给我的原因。然而他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更没有给予帮助。此时伊原先生正在查阅我3年里的考试成绩，在他看来这些成绩简直不堪入目，而校长听到要复试的要求时都觉得难以理解。原来我的补考申请能够通过得益于伊原先生的帮助，可看到这些成绩之后完全出乎他的预料，因为这3年里我基本上都没有使用魔法。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项测试，魔法测试，利用魔法在30秒内旋转这些巨大的风扇。此时身后早已站满了无数围观学生，而我在过去的3年里根本感觉不到魔法，更别说去控制那些扇叶。但是现在我能感受到魔法在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流动，并且还能通过呼吸加速循环，扇叶在我们的控制下慢慢转动起来。在短短1.2秒内，扇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转动，只见转速越转越快，犹如一道狂暴的飓风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下一秒，巨大的风扇竟然爆炸，高速旋转的扇叶朝着办公楼飞去，吓得众人四散而逃。紧接着又是一声爆炸，扇叶在离校长1公分的时候停了下来，吓得他尿不湿都湿了。伊原却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反而称赞我将会是在他之后的第2个历史人物。而考试现场的众人心有余悸，惊魂未定的考官直接让我通过了考试。此时身后的欢呼声震耳欲聋，3年的废材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然而只有剑客知道，在我将身体借给他们之后，我体内的潜能被激发，在他们看来我并不是有着虚无属性的普通人，而是他们等了1个世纪的人。突然一股能量从天而降，就是刚刚剑客感受到的那一股能量。烟尘消散后，一员出现在眼前，我完全被这一幕震惊住了。为什么世界最强觉醒者会出现在这里？在他9岁的时候就是一名成熟的猎人，甚至仅凭一己之力平息了9州暴乱。就是这样的大人物竟和自己握手，并要求进行额外的测试，试着打他一下。这话完全出乎我的预料，脸上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。可身后的剑客却异常兴奋，把你的身体借给我。随即一员讲起了规则，1分钟之内碰到他1次就算赢，即使输了也不会受到惩罚，而他则会每10秒钟攻击1次。接着取出了他所收集的武器，我可以在那些武器中任意挑选使用。可即便这样，我仍然怀疑自己能否1分钟之内触碰到他。一员对自己身体的强悍程度异常自信，手指只是轻轻一划，眼前的利刃便1分为2。我看着这一幕瞬间惊出了冷汗。剑客看到一员展现的实力后，脸上露出了怒色，让我赶紧把身体交给他。可我并不想错过这次机会，决定只用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。就在他倒计时开始的时候，我随手拿起一把剑就冲了过去。如果想要成为传奇，就不能借用初代觉醒者灵魂的力量。可面对我的全力一击，一员只是一个侧身就轻松躲开了，甚至还在用着手机浏览媒体信息，表现得轻松自如。自己的攻击完全无效，在他面前犹如小孩一般，即使使用虚招，从竖砍连续变成横砍，仍未能将其击中，仿佛就能预测到我的所有动作。与其同时，我才反应过来，
自己的身体竟可以随心所欲的移动，在将身体借给初代觉醒者之后变强了。突然，伊原的手指轻触额头，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能量猛然迸发出来，在地面上直接划出一道醒目的深沟。如果没有及时躲开被击中，以当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挡。伊原却是有些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手，他在我的身上感受不到力量波动，却躲开了他的攻击。而我知道，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会被杀死，必须要找到昨晚击杀怪物时的感觉，那个强大的自己。我的变化让伊原心中一惊，挥剑速度变得越来越快，他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，感觉得到我的挥剑速度的变化。可即便这样，仍然未能触其半分。现在如果想要击中他，我的身体就必须要更快。此时第二个10秒时间到，只见伊原弯身躲闪，与其同时，左手迅速伸出了一个弹指，下一秒，一股强大的能量倾泻而出，瞬间倒飞了数十米，直至撞到教学楼才停了下来。身后的墙体出现了皲裂，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无比激动，因为自己在和世界最强觉醒者对抗。如果换作以前，在这一击下必死无疑。现在证明自己变得越来越强。可此时伊原表现得非常失望，非常抱歉，我已经看够了。说完就以手为刀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猛然砍下，下一秒就趴在地上。在他看来，我虽然表现出天才的能力，但还不足以到成为战友的层面。最后还是没有看到那天晚上那股强大的力量。说完就打着电话离开了。突然他眼神一滞，感受到了身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，我身上的能量冲天而起，最强外挂到账，鬼上身，让我们玩得更久一些吧。此时伊原却是欣喜若狂，他感受到了那天晚上的力量。只见我一剑挥下，伊原的躲闪速度快到出现了残影，他不由得心中一惊，我的速度和力量与刚刚天差地别。就在他愣神的时候，利剑已经近在眼前，千钧之际被他侧身躲闪，接着就是一记竖砍。他也没有想到我的速度竟如此之快，稍微不留神就会被砍中。只见我面目狰狞，紧握剑柄，接着猛然挥出，对面的大楼被拦腰划过，伊原急忙下蹲躲闪，教学楼内的学生只能惊慌逃窜。他感觉到了我的剑术的变化，明显能够预判他的动作，就像是古代剑术一般，犹如一股激流。见状，伊原以手为刀砍了过来，而我却是满脸兴奋地躲开了那股力量。我再次挥舞起手中的剑，伊原同样如此兴奋，难得碰到如此强大的对手。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众人，伊原竟然只能被动的防守，而我却是越打越兴奋，因为刚刚他的举动惹怒了体内的剑客，现在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。伊原见状只能接连后退，却不见慌张之色，反而异常兴奋。只见他一脚踩下脚边的石子，小小的一颗石子瞬间将堆积如山的武器弹飞。伊原一跃而起，握住了一把关公大刀，双方早已剑拔弩张，仿佛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测试。挥出的剑刃将武器砍断，两人都显得无比兴奋，碰到了难得一遇的对手。体内的灵魂剑客更是异常激动，沉睡了1000年终于可以释放剑意。其他的阴魂看着外面世界的一幕，每人都想加入其中的战斗，可我的身体在他们的眼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容器，而我则目不转睛地盯着战斗。剑客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招式在我手中不断地比划着，突然刀剑相接，竟发生了断裂。剑客看着手中的断剑无可奈何，没有剑的剑客水平根本发挥不出来。伊原却表现得无关紧要，他只想知道剑客接下来会怎么做。剑客瞥了一眼身后的学生，接着一跃而起，跳至一人面前拔出了他的佩剑，而伊原紧随其后，一拳就砸了过去，强大的力量瞬间爆炸开来，剑客在烟尘中跃出，伊原的攻击却接踵而至，接着跳至刚刚测试用的扇叶上，只见紧握扇叶手指发力，扇叶瞬间出现了皲裂，举起扇叶就向剑客砸了过去。此时伊原发现了剑客握剑的变化，从双手剑变成了单手剑，紧接着一个剑刃网格出现，他手中的扇叶竟出现平滑的裂缝，下一秒竟变成了整整齐齐的方块，这就是剑客的单手剑技。伊原此时显得更加兴奋，仿佛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。就在剑客想着冲上去的瞬间，手中的剑竟断裂成数块，剑客竟没有看清对方的动作，伊原以手为刀砍了下来。面对他的攻击，剑客避无可避，我连忙替换他的灵魂接管身体，而我则清楚地看到对方的攻击路线，伸手巧妙地改变手刀的方向，竟成功躲开了对方的攻击。这一幕震惊住了刚刚战斗的一人一魂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右手因承受不住强大的力量而发生扭曲，只能用另一只手紧握成拳，奋力挥击过去。就在以为能够在60秒内击中对方的时候，结果似乎并不是这样，对方却以奇怪的方式握住了我的手腕，拳头近在咫尺，却无法再前进半分。可他却是嘴角微微上扬，将我的拳头触碰到他的脸颊，接着满脸欢笑：“恭喜你，你通过了测试。”说完就从空中掉落下来。至此猎人考试结束，伊原的秘书闪身到他的身旁，在他的治疗下，我的手臂居然恢复如初。同时在他的提醒下，在测试中我竟真的触碰到最强觉醒者伊原。尽管他最终有意的选择了让我胜出，但也表示他认可了我的实力。他也想不到在我连续不断的攻击下竟会认真起来，还躲开了他的最强一击，对我刚刚的表现非常满意。而我却是一脸茫然，为什么要进行1分钟的测试？测试通过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？伊原明显一愣，原来我根本就没听明白测试前所说的话。晚上我回到了家中，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与母亲相依为命，看着伊原给的卡片，不禁想起今天他所说的话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？但因为在学校人多嘈杂，而没有继续细说下去，只能晚上到我家再详细解释。然而恶魔之塔早已被创始人摧毁，现在猎人的任务是猎杀从裂缝中跑出来的怪物，当前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？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
竟进入了魔法空间。剑客的突兀出现把我吓了一跳，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将我的灵魂唤入其中，而且其他的阴魂都在看着自己。剑客表示刚刚的讨论有了结果。听到这话，我还以为他们要掠夺我的身体。就在剑客准备继续说话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漆黑的房间出现了异样，母亲竟瘫倒在地上，一个人影坐在餐桌上，大块朵颐吃了起来。厨房一片狼藉，完全不顾我的出现。我阴沉着脸，你到底对我母亲做了什么？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对方竟是一名 S 级猎人，议员先生的同事，现在让我带上行李跟他走。然而我愤怒至极，毫不犹豫地挥出了一拳，就在接触的瞬间竟被对方躲开，接着闪身至我的身后。只见他咧嘴一笑，你是在挑战我吗？而我还是一直阴沉着脸，自己的母亲还在外面躺着，我满脸的愤怒之色，你对我母亲做了什么？魔法空间的灵魂看着这一幕同样异常愤怒，想着从这场战斗中得到确切的答案，就让我们这些创始人好好招待他吧。此时我脸色阴沉，怒视着眼前的男子，然而对方竟还在嚣张跋扈的挑衅，认为我在他面前宛如一个小可爱。只见他以手为刀向我砍下，而我只是轻描淡写地握住急速而来的手刀，一记反手将对方摔倒在地。这突如其来的反击出乎他的预料，这一幕却把体内的老者震惊住了，因为这一招式只是在之前的附身时使用过一次，此刻我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施展。我一脚就将对方踢飞出去，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撞碎了围墙，可因为等级差的原因，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致命伤害。对方一个翻身便稳稳落地，可心中不免一惊，情报提供有误，在与议员战斗时明明擅长的是剑术，可现在竟然使用的是和气道。我满脸愤怒地看着对方，你究竟对我母亲做了什么？对方却是猥琐地笑了起来，因为我觉得他有些碍事，所以用了一些毒让他睡着了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。而我仍然以为对方真的是议员的朋友，质问他为什么要伤害自己人。对方仿佛听到笑话一般哈哈大笑，下一秒竟就闪身至我的身后，你是傻瓜吗？而我则预判了他的动作，一跃而起躲开了攻击。原来对方的意图只是想将我作为人质，以此作为胁迫议员的筹码。面对接踵而至的攻击，我连忙侧身躲闪，多次攻击无效后，竟用脚踩住了我的脚背，阻止我继续移动。躲闪不及，竟被对方在脸上划出了一道血痕，毒素瞬间在脸上蔓延。对方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只要受伤，毒素就能渗透全身。想不到对方竟是一名毒师，可在体内合成上千种毒素，而我所中的毒名为幻想虫毒，1分钟之内可蔓延全身，产生的气体可使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生物致死。唯一的解药就是加入他们的组织，而我则问了体内的药师之王瓦兰坦是否可以制作解药。瓦兰坦有些受宠若惊，但还是给了肯定答复。对方还以为我会被恐惧所吞噬，得到药师之王的答复后，我也不再有所顾忌。我记得所有创始人的事迹：神之手高唐，智斩万军离贵，苍之灭枪卡尔基，至天之弓马尔。此刻心中早已没有了恐惧。见状，对方不禁恼羞成怒，不顾一切地向我冲来，势必要让我在中毒的痛苦中死去。我连忙侧身躲开，身后原本茂密的树木瞬间变成枯树，手中凝聚毒液的攻击再次袭来。只见我横跨一步躲闪，接着蓄力猛然一击，对方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击，吐出了一口82年的番茄酱，施展的正是原拓的泰拳，对方直接倒飞2米半，紧接着使出了艾兰的光之脚，对方在地上划出了2道裂痕才停下来。可我的攻击并没有结束，只见对方双手合十，而我竟巧妙地从2手之间穿过，以迅雷之势击中对方的身体，紧接着一记龙爪，双手紧紧抱住，将对方连根拔起，下一秒便抛上了空中。各种招式层出不穷，最后使用魔法师的真理魔法，一股能量冲天爆射。体内的灵魂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附身过一次我的身体，我竟就学会了他们的所有招式。剑客离贵显得无比兴奋，如果他们对我进行训练，那么将会培养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怪物。数名黑衣人出现在城市上空，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在议员到来之前将我掌握在手中。然而话音未落，议员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只见他眯眯眼，手指一弹，一股能量直冲而下，对方瞬间瘫倒在地，瞬息之间便清理了在场的觉醒者。而在灵的感知下，周围已没有觉醒者的气息，但灵的所见却让议员一愣，我想我们来迟了，有人已经捷足先登。S 级猎人毒师灰谷被人打倒在地，议员也没有想到我真的能够击败 S 级猎人，对我的实力更是称赞有加，之后才对我身上的中毒情况表示关心。而在瓦兰坦的帮助下，轻松地取得了血清，在他附在我的身上之后，完全就像是变了个人。这怪异的行为可能是作为药剂师的一个通病，因为白天的视频泄露出去，所以我被大量的组织盯上，而眼前的男子就是冒充议员的朋友接近我。此时灵凭空出现在身旁，原本破败的房屋竟恢复如初，治愈术不仅能够对人治疗，想不到竟还能够对物体还原。关于我的未来规划，在议员的眼中，我有着非凡的天赋，因此想让我加入他们的队伍。听到这话，我异常激动，可母亲却是满脸忧心忡忡，因为她知道猎人是一个危险的职业，她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每天处于危险之中。但她也是最了解我的，从小就崇拜先祖觉醒者，即使被欺负也未曾改变。议员表示将会把我培养成最强觉醒者，并不亚于先祖的实力。随即我们3人便来到深
深山中的一处神秘居所，隶属于国家机关，只有少数觉醒者才能进入。这部分人被称之为预言部队，通称为预言。此时楼层内有着5人在议论纷纷，能够来到这里的都是实力非凡，每个人都桀骜不驯。在此之前，必须要确认是否有实力进入预言部队。霎时间，我感到了一丝寒意。下车之后，一个人影从天而降，我连忙双手格挡，可脚下地面仍然出现一个大坑。他也没想到我竟能接下他这一击，而我也感受到他强大的力量。接着只接他一个鲤鱼打挺，稳稳落地后做了自我介绍，名叫彦太郎，预言部队的一员，和我同期。此时一员已经在一旁准备好茶水。果然，彦太郎一上来就是一记回旋踢，我非常吃力才勉强挡下。相比之下，对方却是游刃有余，密集的攻击如雨点一般，对方一跃而起，再次一记回旋踢，而我只能双手交叉拼命抵挡，瞬间倒飞出去才缓冲了部分力量。接着彦太郎便说起了预言部队的起源，猎人存在的目的是猎杀裂缝中出来的魔兽，但是却有着除此之外的灾难，与之相比显得更加严重。10年前的万魔宫入侵，5年前的九州大灾变，出现了大规模的异次元裂缝。这些都是被世人所认知，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那些。这是异次元的侵略行为。300年前，恶魔之塔出现，带来了超级灾难。然而入侵并没有结束，另一个异次元中究竟是谁窥视着这个世界？相比塔时代的觉醒者，现在觉醒者的实力10不存1，很少人拥有先祖一般的实力，让有着预知和预言技能的觉醒者确定灾难出现的位置，然后挑选精英给予反击，因此才有了预言部队。这些信息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，对于我能够接下他的连续攻击，是同期对手的第一个，因为对方认可了我的实力。此时楼顶之上的几人看着下方的我们，可眨眼睛间便消失了。彦太郎无奈表示，他们只有自己实战过才会认可我的实力。夜晚，我在宿舍内思考着彦太郎传达的信息，塔时代并没有结束，灾难也会随时降临。面对灾难，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战斗？突然，黎贵等人竟自主现身，而我还以为他们又因为抢夺我的身体而吵了起来。黎贵一脸严肃，表示他们要将我收入门下，作为所有先祖的弟子，将会把我培养成史上最强的觉醒者。与其为了争夺我的身体而自相残杀，还不如将我培养成想要培养的人。特别是看到我与灰谷战斗之后，我竟能模仿曾经使用的技能，虽然威力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，但从形态上已初具规模。在他们看来，也许是虚空文章的原因，能够吸收技能成为自己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比任何始祖都要强大。而我听到黎贵的话反而哭了起来。此前虽然觉醒了魔法文章，但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天赋，没有任何人对自己抱有希望，更是遭到了校园暴力，从未及格的猎人考试，甚至没人记得我的名字。现在得到了最强觉醒者一元先生的认可，有着史上最强的天赋资质，得到了自己憧憬的始祖的青睐，自己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黎贵说出了他们的计划，在虚无空间内，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空间，届时将进行每天100个小时的训练，白天应付预言部队之类的情况，而晚上则接受他们全员的训练。第二天，在洗漱时遇见了彦一郎，他感受到了我身上不一样的气息，瞬间一脚踢出，却被我看似随意的低头躲开。彦一郎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我，自己的踢脚速度明显比前一天更快，但反而被躲开了。随后两人来到了食堂，可眼前的少女表现得并不友好。少女是昨天在楼顶上观战4人组中的一员，在她看来，我的新人欢迎仪式还没有结束，即使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名字，对方也并不认可。想要得到他的认可，就要跟他去摧毁下一个预言。最初的预言之书在1945年南极大陆3000米深的地方被一个名为巴纳德的探险家发现，预言之书又称为厄运之书。起初他并不相信能够预言，可当他翻开书页时却震惊住了。书页上赫然写着他发现厄运之书的时间，书中记载着未来80年里的各种灾难，甚至还记载着造成世界毁灭的灾难次数达到了200次之多。而他们作为预言部队，已成功阻止180次会造成世界毁灭的灾难。世界第3次大战、月之侧面、病原菌攻击、宇宙巨幕，以及最近一元先生阻止的万魔宫入侵，每一个都是超级危机级别，都是由世界各地的优秀觉醒者处置。而预言部队对各种灾难收集和分析，将灾难分为4个等级：3级为一个或多个城市被摧毁，2级为国家级大规模的灾难，1级为全球环境的变化，而超级则确定为世界级的毁灭。而他们的任务就是阻止灾难的发生。对于他们3人的到来，在场的警卫人员脸上露出了不悦，让他们赶紧离开。然而少女却准确说出了裂缝的情况，预言等级为3级，异次元裂缝为中级规模。根据黄之诗篇集记载，裂缝会不断扩大。话音刚落，裂缝周边的裂纹逐渐扩散，下一秒竟涌出来了魔物，等级至少1级以上。见状，警卫大叔连忙一拳挥出，但也只能疲于应付眼前的魔物。然而其他的成员并不乐观，更为糟糕的是从裂缝中传出来的恐怖压迫感。只见少女单手一挥，技能发动，至高的炼金术在接触到地面的瞬间竟发生了变化，无数水银凝聚而成的武器凭空出现，从天而降的水银之枪瞬间刺穿了魔物。与此同时，彦一郎发动了自己的流步，在魔物群中穿梭踢打，
大叔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才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是普通人。此时，一只猩红的眼睛出现在裂缝中央，兽族希腊雷奈尔 S 加级。见状，两人的技能同时发动，雨点般的攻击精准命中对方。可燕一郎的脚下却传来了异样的感觉，脚下的攻击无法前进半分，连同水银之枪也被生生折断。完全没有想到眼前的魔物竟有物理抗性。只见魔物朝着少女冲去，少女连忙凝聚水银在身前形成防护盾，千钧之际我挡在了她的前面，单手便阻挡了魔物的猛然攻势。接着全身力量集于手中，瞬息之间爆射而出，强大的力量使地面发生了皲裂，魔物瞬间化为灰烬。众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仅仅一击就将 S 级魔物击杀。燕一郎更是惊出了下巴，早上时的违和感并不是错觉，而这一击同样出乎我的预料，只是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基础训练，实力竟变化如此明显。然而这只是基础中的基础招式灌击，虽然对方具有物理抗性，但是可以利用内劲从内向外，没想到竟爆发出如此强悍的力量。接着看向了身后的少女，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。对此少女也认可了我，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小宫茜。此时两人也掌握更快击溃对方的方法，利用渗透从身体内部攻击。片刻过后，裂缝外的魔物清理完成，两人便邀请我进入裂缝空间，这着实吓坏了旁边的大叔。更惊讶的是，我竟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，紧随他们的其后进入裂缝。看到这一幕，大叔呆愣在原地，但也同时猜出了我们的身份，传闻中的秘密组织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裂缝，而内部竟是一条通道。成群的魔物出现在眼前，只见小宫茜凝聚水银之枪，狭小的空间反而对她更有优势。小宫茜的范围攻击可以碾压同期对手。突然，一只巨熊出现，在疯狂地咆哮着。见状，燕一郎挡在了前面，利用以快而闻名的流步踢打着巨熊，而我也模仿着他的动作，对着巨熊使用了同样的招式。很快就来到了裂缝尽头，没想到竟是一个格斗场，一阵阵咆哮声从天而降，接着一个巨物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这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失明的牛头怪 S 加级，小宫茜缓缓向前，仿佛并未能影响他半分。至高的炼金术，黄金炼成。接着只见牛头怪的脚下出现了一个黄金阵法，黄金液体凝聚而成的长矛从地下冒出，对着牛头怪冲天而起。面对强敌，务必倾尽全力发动雷霆一击，绝不能让战斗陷入持久恶战。燕一郎明白他的意图后，就准备蓄力发动最强一击。然而只有站在他们身后的我才看清楚，他们的攻击毫无作用。燕一郎对此明显一愣，果然牛头怪举起了巨斧。完全没想到他的攻击破坏力竟如此之大，更为震惊的是，在刚刚的攻击下，对方毫发无伤。此时炼金术师基克尔竟自主现身，不禁称赞小宫茜是个天才，以当前的年龄就达到如此之高的速度和准确度。如果是正常的 BOSS， 在他的攻击下将毫无还手之力，可现在却是面对物理抗性100%的魔物。与此同时，牛头怪发动了攻击，挥出了数道巨斧，不会魔法攻击的两人不得不后退寻找机会，而我闪身到小宫茜的身旁，好好看看什么才是至高的炼金术。基克尔借用我的身体凝聚了一团水银，下一秒水银团犹如利剑爆射而出，瞬间附在牛头怪身上。小宫茜看得一脸懵逼，为什么我会和他一样的炼金术？然而我只是淡淡开口，你踏入了炼金术的误解和偏见之中。物质具有3种形态，每一种形态要根据情况区分使用。话音刚落，牛头怪的七窍冒出了沸腾的水银，水银产生的高温热浪竟让两人退而避之。这种情况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，我竟能如此巧妙地控制水银温度，物理攻击竟打出了魔法效果。因为高温并不是物理攻击，所以对牛头怪造成了致命伤害。巨大的牛头怪竟被高温活生生地烫倒。黄之诗篇集记录了这一幕，3级预言成功被阻止，击溃失明的牛头怪任务达成。小宫茜对我充满了怀疑，与燕一郎对战时明明使用的是体术，可现在又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炼金术。看到我嘚瑟的样子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但最终还是认同了我的实力。接着便从裂缝回到现实世界。刚才的大叔对此表示感谢，他从我们胸前的徽章中早已猜出了我们的身份。与此同时，在某一村落泛起了红色的光芒，村庄上空悬浮了一个巨大的魔字。而我们回到预言部队后，又接到了新的任务，在第3研究室内，丽园市长解释着预言任务。苏芳的一头红发格外引人注意，正是观战4人组中间的那位。他那臭屁的样子让小宫茜非常不爽。从桑原市长的口中得知，通过解析部门分析，眼前类似木炭的东西竟是一本预言之书。由于在火山附近找到，它的表面被高温火焰烧焦，迄今为止仍无法完全解读书中内容。近期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成功解析一部分预言内容，竟涉及到了国家级层面。这是一个全新的预言，在各国的信息库都未找到相关的信息。苏芳确认是不是由我们4个新人进行调查，而丽园先生给的解释是，因为其他正式成员正在处理其他任务，目前队里只有我们4人可以调派。至此，苏芳信誓旦旦地接下任务，等级不明的特殊任务让我不免有些紧张。可我们的目的是调查预言，而不是阻止灾难的发生。路上只有小宫茜强撑着不休息，可下一秒倒头就睡。醒来时却发现车上空无一人，他不禁埋怨3人没有将他叫醒。可此时我们早已被眼前的景象吸引，一个巨大的魔法阵笼罩了整个村庄，情况比我们预测的还要糟糕。预言已经开始应验，眼前的23根水晶柱正是报告中所提到的23名村民，与30年前消失的歌山公寓预言类似。那次事件近乎打通了通往异次元的虫洞，
突然水晶柱闪耀起红色光芒，预言并没有停止。苏芳拔出了背上的利剑，也就意味着他要阻止此次预言。小宫茜还想说，竟然无视丽媛市长的指示。话音未落，三人就感受到了一股磅礴的力量。只见我周身散发着魔力，我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燕一郎察觉到我的力量竟比早上时更强，而苏芳只是淡淡开口：“不要成为累赘。”说完就跳下了悬崖，我们则紧随其后一跃而下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虚无空间内先祖灵魂不禁有些怀念。然而黎贵却闻到一丝异常的气息。禁忌术法，月光之下的一个坟墓泛起了红光，一只巨手破土而出。1000年前，一名同为觉醒者的妖术师犯下了大规模的杀戮罪行，最后被一名阴阳师击败，带着伤势流窜到一个村庄。他竟以血液为引，布下血魔大阵。1000年之后，魔法阵会吞噬阵中的一切生命作为祭品，而他将会君临这个世界。此时，月空之中出现了一个人影，预言 BOSS 板东禁忌，等级未知。板东握了握拳头，感受手中的力量，但似乎对这种程度的力量并不满意。而我们的攻击接踵而至，只见他单手结印，我们数人的攻击竟被无形的力量抵挡。接着一股火焰能量冲天而起，合击之势瞬间崩溃。虽然未能造成对方致命伤害，但现在已然出乎我们的预料。仅仅一个回合就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。此时在他们两人的着落点出现了魔字阵、妖术、亡灵之父，无数的手臂交织缠绕，将他们紧紧束缚，甚至技能都无法使用。只见对方一脸邪笑，在他的眼中我们就是祭品。我以手为刀向对方砍了过去，却被对方侧身躲闪，接连不断的攻击仍被对方躲开，还被对方在脚下施加魔法。对方看着上空不免有些惊讶，我竟然躲开了他的魔法攻击。只见我手指凝聚金色雷电，接着一股雷电光柱朝对方爆射而去，然而却被他单指抵挡。我脸上不由得露出了骇然的表情，自己的蓄力一击竟被对方轻松化解。苏芳此时闪身至他的身旁，技能金斩花，手中的利剑竟幻化出数道凌厉的剑刃，却被对方以巧妙之势躲开。然而苏芳对此仿佛早有预料，他不相信这种程度的攻击能够击败对方。只见他双手紧握剑锋朝下，无数的利刃如雨点般从天而降，却被对方轻松化解。接着他以手掌为刃，迅猛地朝苏芳发动攻击。苏芳连忙提剑格挡。交手之后，板东也知道眼前的少年才是我们中最强的，而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对方有着与一元先生相近的实力，燕一郎两人拼尽全力，终于挣脱了束缚，连忙冲上去支援苏芳。然而对方只是单手向后一挥，在他们的跟前出现了红黄绿3个魔法漩涡，对方竟召唤出了3个骸骨式神。见状，燕一郎没有停止半分，眼前式神的实力出乎他的预料，有着与失明的牛头怪同等实力，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面对3个 S+++ 级的 BOSS。一个绿骷髅挡在了我的面前，可我的眼神中并没有丝毫畏惧。另一边，苏芳与板东打得有来有回，板东却嘲笑起苏芳得不到支援，然而下一秒就被他划出了一道血痕。苏芳淡淡开口：“我不需要任何援助，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。”苏芳越是这样，板东就越是疯狂，这样吞噬对方之后才能增强自己的力量。苏芳明显感受到了对方的速度变快。此时我挣脱了绿骷髅的纠缠，板东有些惊讶我为什么会出现，这时才留意到骸骨式神只剩半截身体伫立在那里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一拳砸在脸上，爆发出的力量让他倒飞数米。苏芳也没想到自己看不起的新人竟是第一个打倒了式神，让我们一起合力打倒他吧。苏芳竟拒绝了我的提议，表示并不需要任何人参与战斗，这着实出乎我的预料。突然板东的攻击迎面而来，双手中凝聚黑色能量，瞬息之间苏芳砍断了对方的手臂，化解了攻击，而我却躲闪不及，被能量笼罩。妖术破闪，身体倒飞出去，直至拦腰撞断了树干才停了下来。然而板东的攻击并没有停止，被砍断的手臂自动拼接复合，并以手为刀砍向苏芳。此时黎贵两人竟出现我的眼前，在我昏厥的瞬间，意识自主进入虚无空间，可身体的疼痛并没有减轻半分。在黎贵的提醒下，外面的战斗不容乐观，苏芳只能疲于应付，拼命抵挡。面对板东的攻击，手止不住的发抖。下一秒，对方竟砍断了苏芳的手剑，与此同时，连忙从空间中取出另一把手剑，朝着板东的要害刺去，却被对方后弯躲闪。与妖术师相比，两者的实力相差太大，即使苏芳是我们当中最强的，但也只能苦苦支撑。板东在复活时仅仅只是血祭了23名村民的生命，如果禁忌术法在有着大量人口的城市施展，那他真的会以魔王的身份君临天下，他将会吞噬更多的生命，增强自身力量。黎贵表示将我的身体借给他们，由他们将板东击溃，然而我却一口回绝。这一回答让他们有些难以置信。我知道如果借用他们的力量，就达不到修行的目的，在我成为猎人之后，危险也会随其而至，灰谷事件就是一个例子，所以我必须只用自己的力量将对方击败。见状，黎贵也不再阻止，让我使用所学过的技能战斗，紧接着我便冲了过去。此时板东的攻击速度越来越快，苏芳只能被动格挡，对方一记手刀上挑，他顺势一跃而起，双手握剑从天而下，只见板东手中再次凝聚黑色能量，瞬间将他的手剑击飞。千钧之际，我接过了空中掉落的飞剑，借你的剑一用，接着借势再次腾空而起，板东手中凝聚能量爆射而出。此时我双手握剑，一刀流剑法，激浪断地，我的剑气将对方的能量劈开，看似强大，但仅仅只砍断了对方的手臂，不足以造成致命伤害。下一秒就重新长了出来。虽然黎贵两人对我能否打败妖术师并不看好，对于我来说，每一次短暂的休息时间都被我视作宝贵的训练时刻，现在反而让他们拭目以待。
只见我一跃至板东跟前，对方连忙提手抵挡。苏芳也没有想到我一个新人竟占据主动优势，接着无数剑刃如雨点般向板东席卷而去，而剑刃竟在对方的手上划出了血痕。看到这一幕，苏芳更是心有不甘，自己看不起的新人竟能达到如此地步。随着我的一剑挥出，对方后撤拉开了距离，无数能量球虚空漂浮，妖术死亡之流，能量球便朝我冲了过来。在我侧身躲开时，他们却是紧紧将我锁定。然而此时我却停下了脚步，接着单脚抬起，使出了原拓的技能震脚。出现的巨石将能量球尽数抵挡，可对方的攻击并没有停止，而我控制着破碎的石块飞了过去，两股能量碰撞，轰然爆炸。趁着烟尘消散之前使出了步伐，近光反射，瞬息之间来到了对方的身后。然而自己的偷袭竟被对方反应过来躲开，甚至还被施加了魔字阵法，一股能量冲天而起。然而下一秒我却从天而降，板东的手再次被划出了一道血痕。此时他也发现了异样，我所使用的战斗技能五花八门，虽然熟练但未精通，所以对他威胁不大。可下一秒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我竟将所有技能融合一体，这一幕更是惊呆了黎贵两人，完全没有想到我的成长速度竟如此之快。板东脸色变得阴沉，一阵红光冲天而起，一只巨脚竟将与小弓箭对战的式神踩在了地上，尽数骷髅合体。我在他面前犹如蝼蚁一般，站在骷髅头上的板东俯视着下方，接着一只巨手向我拍来，然而我却纹丝不动，即使现在使出全力仍然不够。回想着过往的训练，梅莱斯的真理魔法，放下心中的杂念，黎贵至柔至刚的单手剑技，在挥下的瞬间忘掉一切迷茫和恐惧，施展魔法的双手握紧了剑柄，魔法与剑技融合，一股磅礴的能量笼罩，下一秒挥向了对方，巨大的骷髅一分为二，而本体也被拦腰斩断。这一幕完全震惊住了黎贵两人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我竟将剑技和魔法融合，创造出新的技能。炼金术师基克尔更是欣喜若狂，我表现出的一切跟他猜想一样，我的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可以自由地切换技能，如果能够同时使用2种或多种技能，那将会出现无数种可能。听到这里，两人不禁冷汗直流，他们完全低估了我的天赋资质，假以时日，我将会达到史无前有的高度。此时板东剩下的半截身体发生异动，血液如沸腾般冒起了泡泡，片刻过后竟重新长回了身体。板东一脸怒气，如果被击中头部必死无疑。然而下一秒，一把利刃划过他的脖颈处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身首分离。千钧之际，苏芳及时补刀，板东也没想到会被身后的少年偷袭，苏芳顺势接过倒下的我。眼前的一幕让板东想起了自己的过往，1000年前，一个饥寒交迫的夜晚，自己的哥哥也是在自己怀中死去，然而桥上却是一幕繁荣昌盛的景象，与桥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他无法理解这世间的公平，一个人虽然很轻松，但是也很寂寞。这个话仿佛是对着苏芳说的，接着便消散在空气中。可苏芳却认为，即便一个人也不应该这样。突然，月空当中的结界出现了裂缝，结界的能量足以吞噬整个村庄，如果结界向内部坍塌，他们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强大的力量。为了避免被能量吞噬，只能在他崩溃的瞬间利用技能最大限度的抵消冲击。此时昏迷中的我竟单手举起了剑。苏芳不解地看了看我，为什么我明明昏死过去却还有意识？黎贵在我昏迷时接管了我的身体，最后的危机将由他解决。就在结界坍塌的瞬间，一股磅礴的能量冲天而起，瞬间撕裂了魔法结界的吞噬之势。而这一幕刚好被赶来支援的队员看到，预言小队队长苏成，他很想知道是谁使出了这一剑技。我只是入队2天就成为了队伍核心，甚至成为了队伍间的起爆剂，只因我展现出了非一般的实力，在2日内就击溃了潜在的3级和1级 BOSS， 即使面对苏成队长突如其来的袭击，也能以迅雷之势闪身躲开，加入了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一线小队。就在不久前，因预言部队正式成员外出任务，我们4人不得不接手了灼热之书的预言。预言等级未知的任务差点导致全员覆灭。另一边，议员先生只身一人挑战超级等级的任务，而苏芳队长同时面临1级的预言任务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议员对我的评价竟会如此之高，评价我是终止所有预言的人。此时议员来到了预言之地，超级预言，缺失的太阳。然而议员手搓螺旋丸技能神旋风，谈笑间便将 BOSS 击溃，化解了危机。等苏成等人赶到灼热之书的预言之地时，刚好目睹了我们打破结界的场景。对此他更想知道是谁到底使用了如此强大的剑技。我因体力透支而陷入了昏迷，等再次醒来时早已躺在了病床上。苏芳对我的身份充满质疑，而燕一郎和小宫茜自知在此次战斗任务中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，然后早早的去演习室训练。苏芳对我却是紧追不舍。我在任务中展现出压倒性的力量，2日内击破了潜在的3级和1级的预言任务，各种技能层出不穷，特别是最后的融合技，这都是他目前所无法触碰到的。作为同期队员，他非常不甘心，质问我究竟是什么人。突然床帘被人打开，苏成的出现让我们2人很是惊讶。苏芳竟喊对方为大哥，然而对方却熟视无睹，径直朝我走了过来，二话不说竟毫不犹豫地挥出了剑。身体的本能反应让我以迅雷之势躲开了攻击。对方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他也没想到一个新人竟能躲开他的一击，随即淡淡开口合格。此时苏成才自我介绍，鉴于我之前战斗的出色表现，暂时加入他的队伍。听到这里，苏芳脸色变得阴沉，自己竟比不上一个新人，多年来都
都未得到哥哥的认同。然而我只是入队2天就得到他的认可，还加入了他的小队。紧握的拳头渗出了血，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不甘之色。演习场内，小宫茜两人正在对抗训练，炼金术的水银之枪随处可见。在灼热之书的预言中，他们基本都是被牵制着，根本无法与我相提并论。难以接受竟然会输给同期新人。此时议员完成任务后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可两人对这些包裹特产毫无兴趣，只希望议员能够训练他们。他们并不甘心就这样输给我，对此议员反而有些疑惑。两人此时对力量的渴望与之前完全不一样，不禁猜测究竟是谁给他们点火。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，向来自视清高的苏芳竟提出了请求。另一边，苏成的到来似乎预示着出现更为严峻的预言。男人看似挥出了一剑，实际却挥出了无数剑。S 级的冰兽在他面前竟抵挡不了一招，即使是我使用扬言斩，也仅能勉强击杀一只冰兽。而男人却有着小队90%的实力。在我暂时加入苏成小队之后，看似水火不容的兄弟关系似乎另有隐情。苏芳对自己的大哥只瞥了一眼，耿耿于怀。苏成却因为对方的伤疤太明显而不忍直视，一个是要将对方打倒，一个却把对方看得很重。而燕一郎两人在苏芳口中得知我加入了一线小队后，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之中。苏芳更是犹如入魔一般。苏成队在正式队伍中被冠以最强称号，而队长苏成更是占据着小队中的90%战力。此时正在前往预言之地，一级预言，全球冻结，灾难范围呈指数增长，全球17个国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骚动。俊山尊，苏成小队的成员之一，在我发送信息时还不忘与他交流，对此他不免有些不悦，而我只能解释再联系同期队友。我正在联合诸位老师对苏芳几人提出训练建议。首先是小宫茜收到后大骂这是什么鬼，燕一郎没有太大表情，苏芳却是脸色变得阴沉。议员先生很是好奇是怎样的信息，竟然是每个人的训练计划。议员看到后不免心中一惊，竟能契合每个人的习惯提出具体建议。受到这件事的刺激，众人直接将我视作为敌人，让我后悔提供这些训练建议。此时来到了预言之地，为了防止将战斗带至村落，选择了提前迫降。在与板东的战斗中，最终还是借助了离桂的力量，而这一次与正式队员一起战斗正是实战的机会，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任务。然而这一次任务成为了我一生难忘的挫折。觉醒者对温度相对敏感，现在达到了-37度。我从俊山口中得知，此次任务在预言之书并没有记载，是由拥有预知能力的觉醒者预言，这也是首次将此类预言判定为1级。而俊山的技能类似雷达检测，此时竟检测到有敌人靠近，突然副队长竟从我的身旁消失，下一秒就来到了苏成的旁边。技能应该是瞬移，在前方出现兵族的冰之格尔，数量大概30只，初步判定为 S++级。在苏成的一声令下，全员冲了上去，各种技能不断轰向冰兽。这一幕着实把我震惊住了，正式队员的合作竟如此默契。在得到苏成队长的许可后，我也参与到其中的战斗。只见我一跃而起，以凌厉的攻势踹在对方的头上，下一秒冰兽便破碎开来，一只冰兽躲开了所有攻击，朝我冲了过来，一道火刃呼啸而过，对方瞬间被拦腰斩断。俊山惊讶地回头看了看我，火焰之剑，扬言斩，接着数道剑刃声传来，苏成仅仅一击就将剩下的冰兽悉数消灭。夜晚在一个冰窟里面安营，在俊山的雷达探测下，10公里范围内并没有野兽。我在篝火旁思考着融合技，在与板东时用的是剑技与魔法融合，其他技能是否是同一个原理？就在我准备成功时，苏成鬼魅出现在身后，吓得我心脏都跳了出来，因而中断了施法。在交谈中了解，苏成队长也有着平易近人的一面，但也猜出了我是不是有着不为人知的训练方式。副队的出现打破这尴尬的局面。然而令我们没想到的是，不远处出现了一个拿着预言之书的觉醒者，来这里是为了让这个地方的预言成为现实。